俺老孙花果山水帘洞洞主，齐天大圣，奏战圣佛。500年前大闹天宫，500年后，本以为能清静清静，当个逍遥神仙，结果呢，天庭那帮人自己把自己折腾出一身毛病，反倒找上门来了。大个儿，你他妈活腻了！大圣，别打！我腰肌劳损急性发作了。我说，你俩怎么一块儿来？一个腰直不起来，一个腿耸拉着，合着不是来打架，是来找俺老孙看病的。孙猴子，少废话，洞里有床吗？先让本君躺下。来，给你提个筋。你们这唱的是哪出？天庭慰问团改伤残鉴定来了。大圣，我们真是来看病的。少废话，右边屁股蛋子往下3寸，那条筋快抽断了，先给我按。有意思，500年了，你们俩一块上门，不是来抓我，是来求医的。咱们的账以后再算，今天你治还是不治？你趴好了，别动。大圣，别了吧！哎呦！行了，别嚎了，说说吧，从天庭打到我这花果山，就为了让我按这2下？你知不知道天庭现在什么情况？情况？你们不都好好的吗？好个屁！我们是从蟠桃会上偷跑下来的。今年王母让大伙儿站着听太上老君讲经，讲了整整3天3夜。讲经？那老头讲的是什么？叫什么3界健康白皮书。白皮书？我还听说天庭的御医全被老君关起来。什么？都不要吵，安静下来，把你们各洞府给你们开的证明都交上来，先排队取号，再参加摇号，不许插队。只有摇号摇到的妖怪，才有资格去我们大王的理疗馆治病。没带证明插队捣乱的，一律逐出排队，取消资格。师傅，花果山快到了，你放心，大师兄神通广大，一定可以治好你的失语症。什么时候花果山这么热闹？大师兄又在搞什么9527号，9527号在不在？在，是我。你什么病？我失眠。失眠排到明年了，下一个。借过，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走，师傅，我们抓紧时间，直接去水帘洞吧。哎，那头猪，说你呢。花果山旧诊符呢，没符不让进。啥诊符？快靠边站，把路空出来。那头牛怎么不排队？人家是 VIP。 什么 VIP？ Very important pig， 不对 ，Very important bull。凭什么他是 VIP？ 人家一次性充了3000年会员，你呢？你有会员吗？没有。那排队。阿爸，哑巴也不能插队。哎，你这个老牛，你又来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来都搞这么大动静，变小一点？再小一点。猴哥，看这里，猴哥。师傅，八戒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刚好沙师弟也在，今天真是凑巧。大师兄，师傅的经书丢了。
阿巴巴阿巴阿巴，师傅这哑巴了。俺老猪也不知道，前几天不知道师傅怎么了，除了念经不会说话了。哎，八戒，你说师傅要是早些变成哑巴，那该多好！取经路上，咱师兄弟该少多少麻烦。他班家皮欧里奎。哎呦，师傅你老人家气性可真大，怎么还念起紧箍咒来了呢？可惜了，俺老孙成佛之后把那箍给摘掉了。猴哥，师傅的病不要紧，要紧的是经书啊。说说怎么回事？嗨，途经通天河的时候，又把经书掉到那河里去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个呆子，还跟取经时候一样笨手笨脚的，连本经书你都捞不上来吗？你不是掌管天庭水军的天蓬元帅吗？猴哥，你去看了就知道了。行，俺老孙倒要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师傅，你且在我这洞中歇着，我这就跟八戒先走一趟通天河。俺老孙去便回。猴哥，你看这水，我就是天蓬元帅也下不去啊。我去，老王八，你这是口臭还是放毒？大圣爷爷，救命啊！你又怎么了？300年前唐僧过河掉了经书，我贪嘴吃了，堵在我肚子里300年了。前几天又掉下来一本，吃了更难受了。所以这通天河都是被我熏死的。你这毛病，俺老孙免费给你治了。大圣，你要干嘛？张嘴！行了，经书拿到了。呆子，早问的弼马温。大圣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太上老君300年前下了一道令，所有山神、河神不得离开自己管辖的地域，说是要记录什么打卡上班。这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是大圣，所有离开过自己地界的山神、河神全都消失了，一个都没回来。俺的老妖！大圣，蟠桃会尚未结束，我与巨灵神要回天庭了。多谢大圣出手相助。回天庭后，我一定帮您好好宣传一下您的手艺。嘿嘿，那你们慢走，帮我跟玉帝老儿带声好。师傅，到你了。这是俺老孙特意给您定制的挺直腰杆针。师傅，经书，俺老孙给你取回来了。阿爸，我会说话了。师傅，您这不是挺精神的吗？等等，为师怎么变高了？师傅，您不是变高了，您是之前驼背驼得太厉害了，都快成虾米了。为师驼了多久？取经那会儿就这样了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说了你也不听啊！您那时候光顾着念经。根据三界健康白皮书，我们接下来要大力打击三界中非法行医的毛神，整治无证黑诊所。非法行医黑诊所，三界之中，只有颁发了兜率宫行医资格证的神仙才有资格行医。如何取得这个资格证呢？你得参加考试。前段时间，天庭谣传我抓走了所有御医。那些御医现在正在老道的兜率宫备考，
取得了行医资格证书，自会回到御医的岗位上。这也是王母娘娘为众仙家着想。第137分，第138分。哪吒，朕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人一直在念经，念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朕分不清是梦还是真的。陛下，您该吃药了。哪吒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药的味道越来越重了？怎么生病的小妖越来越多了？俺老孙都快忙不过来了。而且这些小妖身上都有着同一种奇怪的味道：山里瘴、水中毒、木里肚，到了肉里怎么都像从一个根上烂出来的。老牛，你说这最近这些年妖界怎么出现这么多病妖？俺老孙这水帘洞都快忙不过来了。还能为啥？还不是最近妖界有一点医术的妖怪，不是闭门谢客，就是直接消失不见了。也不全是身上有病的，有些纯是脑子有病啊。还好俺老孙不仅略懂推拿之术，还略懂一些心理疗法。大圣，主人让我来告诉你，太上老君接下来要整顿3界中的无证行医和黑诊所，让您务必小心行事。没事儿，我这是理疗馆，不是什么黑诊所，放心吧。悟空，为师要回大雷音寺一趟，就不在此给你添麻烦了。猴哥，俺老猪可有些日子没见你了，想你的紧，你可不能赶俺老猪。这天庭也太霸道了，不让无证行医，难道都去吃他们的破丹药吗？什么丹药？据说是兜率宫中炼制出来的生鲜丸，一颗下去包治百病。斗战胜佛，天庭有旨，还不速来接旨？哟，李天王，今天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来看病的。我看你这左手托塔托了几百年，是不是得关节炎了？来，俺老孙给你瞧瞧。泼猴，休得无礼，接旨！谁的旨？玉帝老儿的吗？太上老君有令，30天内3界无医，凡无证行医者，一律查封。什么时候天庭他太上老君说了算了？非法行医，俺老孙就是给自家洞里的小猴崽们看看病，这也算？这是猴子，俺可以变成猴子的。你看，他能变。泼猴，休得无赖！这查封令，你难道也不认？什么查封令？俺老孙只看到一堆废纸。我就知道大圣要耍无赖。哼哼，200份，够你打到手软。哦，你防着俺，我防猴。天王，既然这样，那俺老孙不玩了。泼猴，现在可不是500年前，抗旨可不是小罪。抗旨？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的时候，都帅宫俺老孙都砸了，龙椅俺老孙也做了。现在你拿张破纸吓唬谁？今天就算是玉帝老儿来了，你看俺老孙敢不敢抗旨？一个破天王，不知所谓。俺老孙就看看你这破塔能不能扛得住俺老孙一棒！
泼猴，看我镇妖塔！尔等都别动，让我会会这泼猴，看看500年来有没有长进。看我镇妖塔！吃俺老孙一棒！撤！大圣，你好自为之。下次来的可就不一定是我了。贤弟，这天庭来者不善啊！老牛，咱先不说这个，本来就不是一路人。你先说说，之前你说的那升仙丸是个什么东西？升仙丸，说到这个我就火冒三丈。看出来了，你小点声。你嫂子就是吃了这玩意儿，300年了，不吃就发疯，吃了就傻笑。老牛我快被他折腾疯了。有一次他追着我扇了3天3夜，从积雷山扇到东海，又从东海扇回来，我的脚都被扇歪了。老牛，快来看，我弄到了什么好东西！夫人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好你个负心汉！我出去3天，你连狐狸都找着了。这药真好，老牛，你继续，我不管了。夫人，你别这样，你打我啊，你扇我呀！完了，这药比我还懂怎么哄他开心。这药确实害人不浅，真有如此效果？你知道的，我们当妖怪的，从还是野兽的时候就一直挣扎在生死边缘，身上多少都带着一些老伤。可是这药丸真是神奇，只要吃下去，浑身的伤痛一下子就都没了，心情还特别的愉悦。有些妖怪甚至因为吃了药丸，顿悟了化形的法门。这升仙丹你还有吗？没了。这老官的兜率功，我还真得走上一走。猴哥，你可别糊涂啊！那老君的兜率功可不一般。那老管的兜率功，当年还是俺老孙给拆的呢。现在重建了，俺老孙不得去故地重游一番？来者何人？天庭重地。行了，看清楚了，俺可是斗战胜佛。大圣有所不知，天庭最近在核定神职，您这个佛位还没落定呢。啥？俺老孙辛辛苦苦取经得来的佛位，说没就没了？大圣，您那一趟取经算的是奉命护法，要想正式列入仙路，得看您成佛以来的功绩。俺在花果山给别人看病，算吗？行医有证吗？没有。无证行医，扣分。哎，你们怎么还扣分呢？说俺老孙不懂看病。俺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腰不舒服，腿也麻，晚上睡觉怎么躺都不舒服？你怎么知道？看出来的呗。你站着的时候，左边屁股比右边高，他右边屁股比左边高，你们两个病情一样，腰椎错位。那还请大圣。不行啊，俺非法行医，怕扣分啊。他是故意的吧？绝对是。等等，那不是他怎么也在？都排好队，别插队。哪儿来的猴妖？哼，花果山的。你也是来求药的？是的，上仙，我现在茶不思饭不想，就惦着那一口。进去吧，里面有人接你们。这就是升仙丸。
这丹香竟然如此醉人。不对，这香味有问题，我得赶紧探查。这老管儿，分明是想垄断3界内的行医资格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！忘忧草，果然是。这丹香闻久了，连俺老孙都扛不住。你这泼猴可别埋怨老夫，还有30天，再有30天就可以成功了。到时候老夫说不得还得借一下你的势。猴哥，你没事吧？怎么，发现什么了吗？我知道为什么嫂夫人每次断药就会发疯了。贤弟，真的是因为那个药？那所谓的生仙丸中有忘忧草。什么？老君竟然用这种丧心病狂的东西制作药丸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在兜率宫外看到了好多离不开这种药丸的妖怪在排队，但是进入兜率宫中的妖怪，我一个都没见着。这忘忧草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嫂夫人还有救吗？那是一种可以把人变成魔鬼的东西。当年我师徒4人取经，路过狮驼国的时候，就见过这种草药。这种草药能够让人上瘾、发疯，最终死亡。你嫂夫人还有救吗？唉，我没有见过狮驼国任何一人吃了这种药后还能恢复理智的。夫人，你死得好惨呐！老牛，你夫人还没死呢。哦，还没死呢啊！你知道的，我老牛是个重感情的牛，毕竟是几千年的发妻了。而且你们不懂，铁扇每次扇我的时候，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这个世界上有毒药就有解药。八戒，你在天庭人脉广，要不你去查一下？好的，师兄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贤弟，倒也不必这么着急。好歹那是我嫂嫂。所以，你对你嫂嫂这么上心干嘛？大王，不好了，那个拿着塔的神仙又来了，还有一个老头。哟，这不是老官吗？怎么又来找我上天去做弼马温了？好久不见，大圣依然风采如故啊！老君，听说您老人家正在忙着讲经呢，怎么有空来我这花果山啊？这不是听说大圣想要行医天下，老头子我赶紧过来给你送行医许可证了吗？30天，就30天，老官儿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大圣，这已经是老夫顶着天大的压力给您办的了。30天后呢？俺也去你那儿续一个。30天后，大圣若还想行医，必须参加天庭执业医师资格考试，笔试、实操、策论一样不能少。笔试，猴哥连孙字儿都经常写成细字儿，还考什么考？
你皮又痒了。哼，我这是实话实说。再说了，猴哥主打一个手艺活，从来不开方子的，有道理。像俺老牛去馆子吃饭，也不看掌勺会不会写菜名。二位师兄，此类言论不利于本馆长远发展。大圣，好自为之。猴哥，那老管走了。八戒，想不想去西天走一趟？不想，上回去一趟，净吃素了，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。不是取经，是去看看那帮老熟人。猴哥，我怎么觉得这香味不太正？信众者，佛之根矣，香火不绝，方得清净。忘忧草者，信众之根矣。猴哥，他这经怎么越念越像收租？不对，这老儿像硬压着什么。走啊！走，快！不诵经者，不得出灵山。走！他刚才像是在故意拍片。挂个号。哟，老王八精，你这情况得挂急诊。已经不行了。若有一日，这草成了三界的病根，便把这叶经送去花果山。你师傅金蝉子，这张残叶是师傅前世留下的，他在几百年前就知道忘忧草的事，灵山和天庭只怕都出事了。猴哥，我怎么觉得那老佛祖今天像两个人在抢一张嘴？你总算聪明一回。啊，那咱现在怎么办？分头走，你去查灵山管事的，俺去藏经阁。为什么又是俺老猪干最苦最累的活？因为你扛揍。呆子，走了。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好家伙，这哪是藏经阁，这分明是个草药作坊。舒坦，贫僧好像看见我太奶来接我吃饭了。此批忘忧膏成净度9分9厘7，不合格，世尊要10分。差的那一点是什么？是滋味味淡了。这帮人不是中邪，就是上头了。和尚现在也玩这个？净坛使者，你的年度功德考评下来了。不是吧？这样也认得出来？等等，度化一人，谁？你自己，度己亦是功德。合着我忙活1年，竟把自己给劝明白了？还差99999人。那我上哪儿现找这么多人去？你们灵山这是考核还是逼人转岗？3日内补足。净坛使者，跟贫僧去香火殿。完了，这回是抓猪上磨了。
这什么玩意儿？灵山还提前给我立上像了，我还没嘎呢。轻点儿，我肚子大，塞不进去。师傅，你要是还活着，就赶紧显个灵！大师兄啊，救命啊！这不是通天河那只老鳖吗？那他咋死你家门口来了？这不摆明讹你吗？去！大师兄，你看，这料子是灵山精液，残页下面那行批注是师傅的字。流沙河里那9颗取经人的头骨不是普通的头骨，是师傅前9世留下的。师傅每死一世，便留一分神识，一缕阴骨。等到这一世10世合一，才有机会把当年的局重新掰开。所以师傅早就知道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是，灵山有鬼，天庭也未必干净。这局怕是比俺想的还大。孙悟空出事了，再晚点儿，我俩就得改名叫已故真君和已故三太子了。看，这是天庭300年只守一长路。王母近300年所有法旨笔迹雷同，如同一只手批到底。玉帝近1000道玉批，灵力源头皆指向灵山。李靖最后点卯记录，入炉前一刻，太上老君于丹炉内壁以丹灰留字。所以，天庭近100年的事，几乎都被人动了手脚。不止，最近我在御前听差，越听越不对，有时候我都怀疑坐在凌霄宝殿上的，到底是不是玉帝？这话可不行乱说啊！天庭也有问题，灵山也有问题，好嘛，比500年前还热闹。还有更热闹的，李靖被关进兜率宫的丹炉了，一爹火化了。我爹是被拿去当药引了。老牛，把你洞里能打的全叫来花果山。得令。老沙，把二郎神抬进去。大师兄，二师兄呢？坏了，那呆子还在灵山。你轻点儿，忍着。大师兄，二师兄还在灵山，我心里不踏实。说的跟谁踏实一样，我爹还在丹炉里烤着呢。放心，净坛使者和李靖暂时都还死不了。太上老君，你又来做什么？老道若再不来，只怕这3界真要烂成一锅粥了。有话就说。大圣，忘忧草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吧？知道一点儿。1000年前，王母拿着一张丹方来找我，说她得了怪病，要炼药续命。那张丹方里有一味药，名叫佛陀乐，就是忘忧草。正是。他说此草能压心魔，安神魂，定乱念。然后你就信了？她是王母，一脸病殃殃、快断气的模样来找我。老道我难道还能先揪着她问真假不成？有道理。我哪知道这草越炼越不对。等老道回过味来，升仙丹已经炼了几百年，怪不得今年天庭越来越不对劲。那你为何不停？我倒是想停，可有人不让。你早知道有鬼，还装了这么久。大圣，老道是炼丹的，不是大闹天宫的。那你今天来，不会只是专程来哭一场吧？我新收到一张丹方，那里面的主药不再是什么草，不再是什么矿石。不好！小心，哪吒已经被控制了。猴子，冲你来的！来的正好。老东西总算憋不住了。忘忧草
你们一个两个都真把它当成了什么脏东西。猴子，医馆开得挺热闹啊，可惜啊，你这手治得了腰腿，未必治得了这3界的病。沙师弟，护住老官儿！明白。三太子，你真要跟俺玩命？奉命行事。你方才那句，俺听见了。你方才那句，俺听见了。再敢抗命，可杀！这小子还能递话，说明魂没全丢。既如此，就不能打死，得顺着这局去兜帅宫看看。哎呦，真下死手啊！你这破绳子捆得挺紧啊！老沙，看好家，俺老孙去趟天上讨个说法。这三太子下手真不讲究，打哪儿不好，专打脸。你也有今天。哎，猴呢？怎么打个架不回来了？大圣这一去，多半是顺水推舟，奔着斗帅宫去的。大师兄是故意被带走的。那猴子精得很，他要查天庭的底。那我呢？我现在干啥？牛大哥，烦求你再跑一趟积雷山，把铁扇公主请来。请她干啥？若真要开兜帅宫的炉，少不得借一借芭蕉扇的风。懂了，还得找我家婆娘救场。大师兄去救李天王了，二师兄还在灵山，这一盘棋终于全摊开了。真抓回来了，那可是齐天大圣啊！说谁呢？嘿嘿。哎呀，来的有点慢啊。你这模样像烤糊了一半的烧饼，不会也是被你儿子给送进来进修的吧？少贫嘴，先把我弄下来。说吧，你怎么进去的？有人拿我儿子做引，我不来，哪吒就得进炉。那你还挺会替班的。大圣，这炉中有一样东西。什么？一页经书，书上有破解之法，就在炉里。你们天庭怎么什么重要东西都爱往火里藏？因为旁人不敢进。巧了，俺敢。等等，炉里不只有书，还有别的。什么？这些年炼出来的丹毒、香火渣、忘忧草煞气都压在里头，若是压不住就炸。你早说呀！俺还以为最多就是烫掉点脚毛。不好，他们醒了！李靖真是废物，让你在炉边待着，真把自己烤成了个焦边子。娘娘果然在背后盯着，不盯着怎么成？这炉里可是3界近1000年的账，炸了谁赔？账，俺看更像烂摊子。你也来了？此炉不可开。佛祖这话倒叫本宫意外，先前你可没这么懒。先前还能压，现在压不住了。所以你果然知道这炉里有鬼。所以你果然知道这炉里有鬼。我知道，但知道有鬼，不等于这鬼是我养的。事到如今，佛祖倒开始撇得干净了。娘娘，你拿忘忧草入丹，求的是续命；我借香火镇炉，求的是稳住3界因果。你我都没干净到哪儿去。好嘛，今天算是听明白了，一个拿草当药，一个拿火压寨。悟空，别跟他们废话。经书在炉中，拿了就走。猴子，本宫今天既然来了，就不能让你白来。又来这套。
你们这些大人物，一说不过就动手。悟空，进炉取书。哦，你让俺进，俺就进。你不进，炉一炸，天庭掀塌半边，花果山也逃不掉。这老儿不像在演，他是真气。佛祖倒是会借刀，你不敢进去，倒让猴子替你趟火。我不是不敢，若是我一进，此炉里的香火怨念会先扑我，到时炸得更快。感情俺现在成了最适合下锅的那个。行了行了，俺老孙命硬。老李，若俺半个时辰没出来，记得去花果山说一声，本馆停诊1天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惦记这个？废话，牌子不能砸。进去容易，出来可未必。嚯，真是不拿猴当人。哎，香火功德够啊！去，俺这儿不收香火。金书。完了，俺老朱英明一世，难道要在这儿站成个贡品架子？师傅，香火成茧，愿力成劳，果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师傅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你快先救我！师傅，你快点啊，别卡这儿！莫急，你身上沾的香火太杂，强拽出来，脑子容易更笨。师傅，你要救就救，别顺嘴还埋汰我。哎呦，师傅，你这是救人还是开瓢？好了，先清一层。还真有点清醒了。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手的？不是学会的，是想起来了。悟空入炉，沙僧已醒，天庭也翻了，这3界终究还是瞒不住了。老沙，你脸色不对。二师兄，出来了，师傅也醒了。这么快？你想起什么了？想起流沙河的9颗头骨，想起取经路上的每一次路过，想起师傅临行前说过的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若有一日，灵山不再像灵山，天庭不再像天庭，那便把他从香火里敲醒。好嘛，你们师徒这后手埋得够深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这腿都不像自己的了。少平，快走！这地方香火太盛，反倒不像佛门。我也早就觉得不对，如今人一个个木着脸，不像修佛，像被人把脑仁抽走了一半。不是抽走，是压住了。师傅，这忘忧草到底是个啥？它最早不是害人的东西，最初是拿来定神、安魂、压妄念的。后来有人嫌它见效慢，嫌它不够，嫌它不能一把把3界都按安住，这才越用越歪，越练越邪。我就说嘛，这世上但凡是号称一口下去什么烦恼都没了的东西，多半后头都跟着一屁股账。对了，师傅，猴哥呢？在炉里。啊？都帅宫八卦炉。这猴哥怎么老跟炉子有缘？少平，他这一趟是自己要去的。那更吓人，这弼马温这么精，要是自己往炉里跳，说明这事儿真大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师傅苏醒啊！金蝉子，圣僧，老君，许久不见。师傅，你也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一些。好嘛，合着现在就剩我一个还半懂不懂。悟空进了八卦炉，哪吒神魂受制，李靖受困，天庭与灵山都已露底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人救出来，把话问明白。问谁？老君、王母、如来都得问。一个个问，那得问到什么时候？不如抓一个嘴最松的先撬。你们看我做什么？因为你这脸长得就像最先招的那种。老道是来帮忙的。既然如此，
那就劳烦老君再帮一程。你说的倒轻巧，那炉子现在压着几百年的丹毒、怨气、香火渣子和忘忧草煞气，一个弄不好，天上地下都得跟着抖三抖。那就轻一点弄。你以为是掀锅盖呢？要不我来掀。找着了！吃了我！吃了就不等了，不烦了，不怕了！嘿，你们这话术跟街边卖假膏药的一个路数。好家伙，这是要把俺老孙献煮啊！滚！俺又不是垃圾桶。到了，俺也闯过不少地方，这天庭的兜帅宫还是头一回这么理直气壮的闯。你闭嘴！再废话一句，先扇你。夫人说的是。圣僧，净坛使者，卷帘大将，开门！老君，娘娘有令，今日兜帅宫谁也不许进。这是老道的宫，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替我锁门了？哎呀，真热闹！天庭和灵山这是把会开到一个锅面上了，这锅还挺大。你醒了？贫僧若再不醒，只怕你们都要把这3界熬成一锅稀粥了。你还是来了，你都把悟空送进去了，我不来那像话吗？送进去？圣僧这话可不公道，猴子是自己跳的。那你这说法，就跟把人推河里之后站岸边喊他自己扑腾的一个德行。都别吵了，再吵炉真炸了。老君，开炉几成把握？若有芭蕉扇压火，金刚着定炉，我亲自引火，勉强能事。师傅，怎么了？里面不只是丹毒，还有很多人的执念、愿力、妄念被一起熬进去了。圣僧好像不意外。你们拿悟空的身子当炉胆，我意外什么？不是拿，是他本就扛得住。扛得住不等于该他扛。开炉。夫人，借风。记着，这回的人情算你们欠我的。呸！老君，你这炉子里炖的什么玩意儿？又苦又呛，还粘牙。悟空，你吃了多少？不多，就那么几颗。一开始是他们往我嘴里钻，后头俺嫌麻烦，干脆自己吞了。猴哥，你是真不挑食！闭嘴！东西不吞不行，越砸越多。吞进去以后，倒真让我看见点东西。个个嘴里说着救火，手上却都拎着油桶。放肆！在炉里看见的可比这放肆多了。有吃了丹还嫌命短的，有供了香火还嫌福报少的，有嘴上慈悲背地里算计的，还有些人明知这法子越走越歪，还非要死撑着不改的。这炉子不是1、2个人能熬出来的，是你们一群人年复一年，一勺一勺添出来的。东西拿到了。这是母猪鹿。什么母猪？忘忧草不是到处长出来的，3界如今留的这些，全都只是分支。真正的根在更早之前就被人藏起来了。藏哪儿了？灵山。又是灵山。具体在灵山何处？藏经阁之下，香火地脉之中。若母猪不除，分株便烧不尽，炼不绝，断不了。烧不尽又如何？母猪若毁，天庭这些年靠它压住的燥气，顷刻便会反扑。所以你宁可一直喂下去？不喂怎么办？让他们疯，让他们乱，让3界提前崩。所以这趟终究还是得回灵山。俺也去。俺也去。
俺也去。你去什么去？跟个队形。嘿嘿。老君，你这扇子哪儿来的？铁扇公主那把的旁支后代。你们炼丹的族谱也这么乱？别在意这些细枝末节。总之，这扇子能清火开路，先锋杖。待会儿若灵山封路，就靠它了。圣僧，这一路就有劳你了。你不去，老道得留在这儿。炉子虽开了一回，可这锅还没彻底稳住。再说了，天庭总得留个明白人。行了，老官，照看好老李。灵山那边，俺也去把账翻明白。不，灵山这是关门盘账。不是盘账，是怕人上门讨账。咋说？硬闯！你除了硬闯，还会别的吗？开门，再不开，你们可能就要修个新门了。小心，他们被香火牵着。这不是普通守门，是拿整座灵山地脉撑着门。八戒，骂他们。啥？越难听越好。这活你早说呀！我说你们这帮木头脑袋，平日里吃香火、占佛位、领供奉，一个个做的四平八稳，真出事了就知道拿门堵人。都修这么多年了，修出个啥？修出一肚子规矩，两脑门死气。这也行？香火能定神，也能乱心。骂得越接地气，他们越容易信。还有你们那个什么考绩单，渡人渡己本来是修行，硬给弄成月底算账，怎么着？不够数还扣饭钱呀？有效，老沙，跟上！金蝉子，师尊，你不该这后醒。我若不醒，悟空便白进了一步。他本就该进。哎，你这话俺可不爱听。什么叫本就该进？俺是猴，不是你们拿来试火候的锅铲。该进的是那炉子里的脏东西，不是俺。若不借你之身盛那一炉杂煞，炉一炸，天庭掀塌，三界也逃不掉。你看，又来了！你们这些掌大局的，一个个最爱说为了大局，大局在哪儿？我怎么老看见是别人顶锅？所以你们来了，不是来听你讲道理，是来把母猪挖住，把话说清楚。母猪不能挖，那就更得挖了。一挖，灵山香火地脉会断，三界积压的妄念会一并翻上来。不挖呢？继续熬着。那你这不是两头都不让人活吗？我何曾说过，这局还有好路？所以你当年也是这么想。当年的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尽。那就说你把我打下轮回，打了10世，如今还打算继续含糊过去？我送你入轮回，不是为了害你。可前9世都死了。若不死，压不住。师傅，你背后。那就别压了。有些账压了2000年，该清了。我的娘，这回是真现法相了！你竟把他养回来了？不是养回来，是他本就没死透。这老儿的神色不像见仇人，倒像见着了一个最不该在这时候醒的人。师父，大师兄、二师兄，有些事也该到我说了。你也有份儿？有，流沙河那9颗头骨，不只是前9世取经人，也是前9次试错。师父等到这一世，才有机会把当年的局重新掰开。我就说那几颗脑袋看着就简单，原来不是普通挂件。哼，你们取经队伍是真会藏东西。若不藏，早被收拾干净了。
所以你早就打算走到今天。是，只是我也没想到你能把忘忧草一路养到今天。我若不养，2000年前灵山就塌了。好啊，一个两个，原来都背着本宫留了后手。真当这吞腾千年的乱子，只有本宫一个人在撑。传令，封天门，锁南天，断瑶池，立星路。王母动天门了，他疯了。他不是疯，他是怕。怕？他都怕成这样了，还敢往锅里继续添柴？因为他知道，一旦不断，天庭那些靠忘忧草压住的燥气，会先反扑到他身上。哼，合着他是怕死。母族要出来了，正好。你总是这样，明知是绝路，也偏要把自己先扔进去。那也好过你守着一条烂路，硬说还能走。坏了坏了，这佛祖要急眼了！退后！他不是打咱们，他是在压底下的东西。娘嘞，这草成精了！废话，它本来就不是正经草。这不是普通分株，这是母猪的根须。我的乖乖，这哪是草，这都快成祖宗了！晚了。这就是你守了这么多年的东西。不是守，是镇。镇得住吗？起码镇到今天。你到。别碰！师傅！他刚刚那一下像是想救。师傅，你先往后，让老猪来！八戒，二师兄，这草下手。出口别乱砸，滚开！猴哥，你俩要打，等我缓口气儿再打。我这还没死透呢，吵得我脑仁疼。你闭嘴，好好喘气儿。我倒是想，这口气他有点不听话。沙僧，扶住他。是。这就是你所谓的镇。我说过，一旦母猪醒透，谁都收不住。所以你就一直瞒着，一直拖着，一直拿别人去填。若不拖，1000年前就该死一片。拖到今天，不还是一样要死？我算过很多回，每一回都比现在更长。那是你算得烂。师傅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针。我知道是针，可这也太粗了吧！贤弟，你们理疗馆平时都用这么大的家伙？闭嘴！快来帮忙！八戒，
伤口里有母猪煞气，寻常法拔不净，只能先封窍，再缝脉。师傅，你说的这么轻巧，你就不能先问问我疼不疼吗？疼吗？你这会儿问，是不是有点走过场了？师傅，你轻点，老猪虽然肉多，但也不是这么缝的。忍着。他跑了？不是跑，他是去压别处的口子。完了，老猪这回算是让你们把里里外外都拾掇一遍了。死不了，下回怕就不是缝你了。哎呦，疼死俺老猪了！缠得歪歪扭扭的，那是师傅缠的，你有意见找他。不歪，是你肉太多，撑开了。如来去压深处的口子了，眼下母猪暂时被逼回去一些，但撑不了太久。师傅，接下来怎么办？2件事：第一，把八戒送到安全的地方养伤；第二，查清母猪到底扎了多深。那王母封天的事呢？先不管他，先把灵山的事理清楚。看我干嘛？看你有个现成的山头。哈哈哈哈哈！翠云山那行啊，咱家大，躺得下。牛哥，你确定嫂夫人不会把我当猪肉挂起来风干？你再多嘴一句，我现在就把你挂起来风干。狗子！师傅，上回俺溜进来过，那时候里头都在炼膏，如今全塌了。这底下的气息很杂，有香火，有愿力，有怨念，还有很多被压了不知多少年的东西。我得下去看一眼。师傅，你刚缝完八戒，自己也伤着，还要往底下钻？不看就不知道母猪扎了多深，不知道多深就不知道怎么断。那俺也去。你不行，你在炉里吞了丹毒，身上还带着那些杂煞，母猪会认你身上的气息，你一下去，它反而更兴奋。师傅，那我呢？你也不行，你身上我曾经留下的因果线太多，下去容易被缠住。那谁能去？我，十事合一，因果自洽。母猪认不出我是敌是友，就不会先动手。说白了就是你混进去装熟人？差不多。悟空，若我1个时辰没上来，别下来找我。那俺干什么？守住这道缝，别让它合上。看来这些都是灵山历史存下的经卷。果然，他认不出我。果然如此，母猪不只是在吸香火，它已经把自己长成了灵山地脉的一部分。镇旺之根重于悲悯，原来这草最初真的是为了镇旺念才种的，只是后来被喂得太多，养得太久，连他自己都不记得原本是做什么的了。你倒是找得快。你在我地盘底下晃了2炷香，我要找不着你，这灵山也白待了。那你应该也看见了，那岩壁上的刻字，是我种下母猪那一天刻的。什么时候？2000年前，3界因果开始乱，众生妄念太重，灵山收的香火里怨气越来越多。我种了这个，用来吸收妄念。最初它是好的，头几百年，3界确实太平了不少。然后它越长越大，
吸的越多，要的也越多。他成了主人。不，他没有意识。有人发现，只要不断喂他香火，他就能不断产出忘忧膏。所以你开始拿它当工具。不是我一个人要，瑶池要，天庭要，灵山内部也要。到后来，想停都停不下来。你当年把我打下轮回，也是因为这个。你当年要烧母猪，因为他已经开始害人了。你烧了，3界子撑到今天，你觉得好了吗？你也被亲了。那你现在到底有几分是你自己？多数时候还是我，可每逢母猪躁动，我控不住。你那天打悟空，你打偏了，那一下是我自己抢回来的。所以你装了这么久的坏人，其实是在跟自己打架。你非要这么说也行。你累不累？废话。想不到高高在上的你，也会说这般随性气话。跟你待久了，嘴就容易贱。那是悟空的毛病，别赖我头上。他感应到了，我在松心。你一放松他就紧。他吃的就是执念，谁越绷他越安分，谁一松他反而觉得没东西可吸了，就闹。所以你这些年连个盹都不敢打。大致如此。走，他开始认人了。你可算上来了，再晚半炷香，俺都准备往下跳了。跳下去只会添乱。师傅，下面情况如何？比想的更难。母猪已经扎进灵山地脉核心，根须连着整座山的香火，要断它，就等于要拆灵山的根基。那就拆。拆了灵山，3界因果链断一半。你每回都拿3界来压人，因为这不是吓唬。别吵了，沙僧，你方才跟悟空说了什么？我说，或许不用砍，让母猪自己松手。怎么松？他吃的是妄念和执念，如果把那些东西从他身上卸掉，他自然就会萎缩。卸掉2000年的执念。对。可2000年的积压，不是3、5个人能卸的。所以要凑人，凑3界欠了账的那些人，谁往里头塞过执念，谁就来自己领回去。你是说，让所有灵山塞过香火院里的人，自己把多余的那部分收回去？你可以理解成退货，或者叫大规模理疗。你们认真的？俺什么时候不认真？杨二郎，你的天眼到底好没好？没全好，现在只能看30里。以前能看多远？3000。缩水100倍。你别拿这个跟我比，我很介意。吃饭了。你师父失踪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等我伤好了，去南海走一趟。你行吗？你别小看你叔。不对，南边有动静。地藏，净坛使者。你怎么也跑这儿来了？地府也出事了。地府也出事了？差不多。忘忧草的根须不止扎进灵山，我在地道谷发现，有一部分根须已经顺着亡魂轮回通道，扎进了冥界地脉。
什么意思？那些本该轮回的亡魂被根堂截住了，他们不转世，不投胎，全部被吸成了养料。好家伙，这草连死人的份儿都不放过！冥界近300年来，轮回效率越来越低，积压的亡魂越来越多。阎王以为是冥界自己的问题，查了很久都查不出来，直到最近，谛听听出了地下有异响。这位看着比我惨。那观音师傅呢？南海那边有没有消息？南海的情况，我也派人去看。普陀山周围已经被一层浓雾封住，进不去，也出不来。别急，封住不等于出事，说不定你师傅也在里头想办法呢。我这次来，一是告知冥界的情况，二是找唐三藏。师傅在灵山，那我必须去一趟。我陪你去灵山。你也要去？你那眼睛还没好呢。看30里够用了。叔叔，干嘛？你替我看看师傅到底在不在？包在你叔身上。要给母猪卸执念，光靠咱们几个人不够，得让3界各人把自己塞进来的账领回去。天庭的归天庭，冥界的归冥界，人间的归人间。说白了就是清账，那就开个连锁，花果山一个，灵山一个，天庭一个，冥界一个。人手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悟空，你去一趟南海，找观音。普陀山不是封了吗？封了也得去。观音若能出来，这事成一大半。我的天，灵山怎么烂成这样了？看来母猪又膨胀了一截。二师兄，地藏菩萨有冥界的消息，得赶紧跟师傅说。师傅在里边等你们。不过什么？如来也在。他怎么还没跑？没跑，而且好像还加入了咱们这边。唉，那我得先做个心理准备。我捋一下：灵山要断草，冥界要通魂，天庭要戒毒。咱们一共10来号，还有俩带伤的，所以得分头。哎呦，我的伤口！治好！这草成精了！不对，他是在跑，只死脱根，他要把自己从灵山地脉里拔出来。悟空，来了！佛祖都被掀飞了！这些是被他吞掉的亡魂执念，他拔根的时候全吐出来了。我就说今天这猴怎么话少了？六儿，你又顶俺老孙的脸！我顶你的脸！你摸鱼的时候，我在这替你卖命，你呢？你在南海泡澡。俺泡澡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把净瓶偷出来？是观音菩萨让我顶替这弼马温的。
哼！悟空，唐僧，母猪最初不是如来种的，那是谁？燃灯古佛。等，如来是接盘侠，那燃灯是始作俑者。这佛门怎么跟传销似的，上线发展下线？你非要这么形容也没什么问题。这母猪核心里还压着一样东西，是观音，莫要多生事端，我灵山的事，灵山自己解决。灵山已封，怪人退避。你一个人扛得住？等等，母猪里面还有什么？什么？观音刚才说的，燃灯当年留了一个东西在母猪核心里。母猪最初确实是燃灯所种，他想借它镇旺，却留下后患。这母猪不仅能吞噬执念，更能豢养执念，所以现在失控了。如来接手后一直在压制，但他压得越狠，母猪的执念越深。核心里到底是什么？燃灯舍利。燃灯把本命舍利留在里面镇压，可舍利现在已经被层层裹住，快与母猪为一体了。那就取出来。取出来的人未必能出来。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你们这些大人物每次说未必能出来，最后干活的都是我们。俺就晚来了一会儿，怎么感觉这地方已经开始分遗产了？灵山的事，灵山自己解决。我知道你接手了燃灯留下的烂摊子。封山之后，谁也不得进来。母猪吐出的东西会跑出去，三界先乱。所以我封。你一个人扛不住的。如来把我们传送出灵山了。里面有人跟如来在说话。谁？不知道，但那声音很旧。你也退去，我可以帮你。灵山里面危险，你一个人更危险。不好，天庭也出事了。天庭现在最需要的是稳定，升仙丹加倍。不想续命的，可以现在说。他这是在加深依赖。他是想把所有人都用升仙丹拴住。南天门怎么回事？四大天王已经站他那边了。玉帝呢？你们有事吗？玉帝身体有恙，需要静养。静养到把整座天庭都养成你的人？你们以为我想这样？亮劫来了，谁都活不了。玉帝被你软禁，就是为了这个？陛下需要休息。你若真想救他，就先别逼我。不是我在逼你，是你在逼所有人。怎么回事？南天门外又有动静。我好像没有看见南天门外有东西。既然都已经开始乱了，那就把该收的全收回来。
你把陛下关起来了。陛下病了，需静养。现在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，是3条线一起崩盘。天庭线有二郎神和老君在，暂时先等消息。冥界线，猪八戒和地藏去。灵山县，悟空和六耳想办法破封。我去冥界！你不是最会跟人掰扯，冥界正缺你这种嘴比法器还密。这算夸我吗？算。俺和六耳想办法破开这破封印，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你个冒牌货倒是不客气。别吵了，你们俩长得都一样，吵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。谁稀罕跟他一样？先救人，再清账。好家伙，冥界这是集体躺平了！不是躺平，只是被根须缠住了。这玩意儿看着不大，怎么能把冥界堵成这样？他堵的不是路，是念头。我不走，我还没见到我儿子最后一面。行，别排了，老朱我给你们开个分馆。疼就对了，说明还没薅干净。怎么了？这根不对劲儿。下面还有更深的。冥界底下怎么会有门？那不是冥界的门，是通往6道轮回核心的门。这草还真把3界串成一体了。地藏菩萨，你们冥界还在闹地震呢？不，这震动传来的方向是……这动静，灵山，灵山根基恐怕已然动摇。若非走这无人知晓的暗道，我们早已暴露。天庭的人都跟纸扎人一样，不是纸人，是丹药人。还不都是你炼的丹？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？王母在底下造了密室，里面不只有升仙丹，还有一株忘忧草，好像是母猪的分身。他在自己养忘忧草。何人未经空传，不得入内。奉命巡查，随时待机。快走！既然都来到这里了，那就别走了。刚才那些是什么？本宫的命，我算了几百年了，每一次结果都一样，天庭会在亮劫里解散。所以你就喂药、囤药、养草，不然呢？等着天庭自己湮灭。本宫累了，累了就停。停了，天庭就得死。这玩意儿比天庭的天牢还结实。如来亲手封的，你拿棒子硬敲，跟拿筷子戳山有什么区别？你少说风凉话，有本事你来！我来就我来。你俩是来救人的，还是来打架的？镇元子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封印你见过吗？封印是如来用佛力做的，寻常法子破不开。但人参果的生机之力能与佛力置换。说人话。我能帮你们把封印松一个角。悟空在外面，若1个时辰后我们没出来，我就带人进去。不，你就把这道缝封死，里面的东西不能跑出来，记住了。师傅，
在干嘛？甄先生，什么？唐僧在给如来扎针。这画面我怎么听都觉得腰疼。忍着，你这手法也太糙了，能治病就行。外面的人呢？封印裂了个角，悟空他们在外面盯着，别让他们冲进来。你现在有精力管他们吗？母猪最初不是我种的，我知道，观音说了是燃灯，他把真妄之种埋进去，本意是压亮结时的乱念，可他没算到众生的执念会把他养成这样。那你为什么接手？总得有人扛。燃灯留在核心里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燃灯的本命舍利，他把自己的修为之核种在母猪里，原本是镇压，现在呢？被同化了。舍利被层层裹住，成了它的一部分。要取出来，就得有人进核心，一层层剥。外面撑不了太久，所以更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。燃灯，你还在撑吗？你们既然看见了，就该明白。你们告诉我，这一条条路，哪条能让天庭活过亮劫？这推演怎么算都像死局。那也不能拿所有人垫背，不垫背都得死。大道丹每一颗都有仙妖的血肉，本宫原本打算等天庭最乱的时候，全部喂到自己身上。你疯了！疯了又如何？至少还能替天庭挡阵。什么东西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动手吧。着什么急呀？开门之前不应该先看看黄历吗？你自己就是神仙，你看看啥黄历？天庭上下听令，拦住他们！大道丹，你吃了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本宫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是在拿整座天庭当赌注。不够，还不够。他要失控了，先别让他再吃丹。问题是谁去拦？俺来！哎呦，废了！本宫不能倒。所以说，丹药这玩意儿，有病你就吃，没病别乱吃啊！王母，请手。你也要拦本宫？是你要拦天庭，不是我要拦你。天庭若散，本宫拦什么都没用。那也不能拿所有人陪你一起赌。你们都不懂！
本宫给你们药，是要你们活。可我不想再吃了。不吃怎么活？我宁愿清醒的死。清醒有什么用？不过是多活几天罢了，至少不用把命交给一颗药。你们说的轻巧，37642次，每一次都是天庭毁，灵山裂，冥界翻，众生乱。本宫不是想赢，本宫是想让天庭活。他撑不住了，再拦不住，天庭都要被他自己掀了。不够，他还要吃，不能让他再碰。本宫不想变成那样，可本宫不能停。你耳朵是用来听的，不是用来装神弄鬼的。棒子是用来打的，不是用来砸出个火星子好看的。俺老孙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……闭嘴！里面有人出来了。不对，不是人，是母猪在动。封印还得再松一点。再松就能进了。那就进去。行了，俺去。你别急，你别拦。我不是拦你，我是提醒你，里面那股佛力已经不对了。你别按那儿，忍着。时候快到了。什么时候？进去的时候。你扛2000年已经够了。正因为扛了2000年，才更该我去。那泼猴，快进来了吧？悟空就在外面了。那猴子一进来就吵。他不吵，才奇怪。师傅，你在里面扎谁呢？别吵。俺进来了。你如何了？快了，但灵山那边不断，这边断了还会长，所以要两边同时。猴哥，你那边可得撑住了。门后面有东西在往外走。什么？不是母猪，是更旧的东西。那就先把这一个门守到灵山那边，把草根也断了。给老子断！大人，要不要拿勾魂锁帮一把？你那是勾魂锁，不是拔草绳。可他看着挺适合绑猪的。你说谁是猪呢？别跟他硬顶，顺着他的力道切。说的容易，我这钉耙都快被他当牙签嚼了。下面真有门，我听见有人在叫我。你们听错了，你们听错了，冥界这地方回生都爱装神弄鬼。门后就是轮回核心，那地方可是3界轮回中主管秩序的，3界独一份，一旦碰撞了，就会导致3界6道的混乱，是从来不许碰的。可是现在不是许不许的问题，是他已经被这破草碰上了。这草是真烦人。灵山那边封门，天庭那边养草，冥界这边又给我开隐藏副本。还差一点。拦住他！二郎神，管管你的狗，我怕狗。二郎神呐，老夫观你这只狗双眼通红，怕不是得了什么疯狗病吧？是谁的部将这么勇，不怕被王母炖了下酒吗？
别吃！完喽！牙口真好啊！二郎神，你养的傻狗！本宫推演了37642次，傻狗，本宫要断了你！他怎么还有？哮天拳上！哦，你的狗飘了！不想变成那样，可本宫也不能停。你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确实累了。是陛下！天庭不能散。玉帝好像醒了。舍利还在里面撑着，但已经快压不住他了，所以得进去取。我进去，我也跟你进去。你一个人把握不住的。俺也不管谁去，反正不能你们俩一个个往里送。再拖下去，舍利就真没了。走。你们快进去，这里交给我。母猪在反扑，开始了。俺也去，也想出份力。想出力可以啊，你赶紧去把南面那根快长出来的藤压住。俺就知道，关键时刻还是要靠牛。这是什么气息？好恐怖！果然，我来了。我来取回一样东西。别装神弄鬼的，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？燃灯，你留的烂摊子真是够脏。听话，跟我出来。你竟然还活着！找到了，就是里面的东西。是的。小心！他知道自己要完了。给我开！燃灯，你留下这颗舍利是想救，还是想赌？你果然还在撑！小心！想吞我？燃灯，你这颗舍利可真是难取啊！嚯，里头开始打了！不对，
不是打。如来，他在剥母猪的壳。能看清吗？很模糊，但能看到他们在动。我替你扛了2000年，现在轮到你出来了。还差3层。他感觉到疼了，那就让他更疼。母猪在抢，语速，出来！我的娘嘞！母猪在收缩，他要把如来和唐僧一起吞进去。我在撑，但撑不了太久。给我出来！舍利要碎了，小心！他把所有脏东西都吐出来了，该清账了，清这3界的账。师父，3界众生。唐僧在说话，他在对3界说话。唐僧在说话，他在对3界说话。3界众生，无论仙、佛、妖、人、鬼，今日起，若你身边有人烦恼，请听他说完，听完便是功德。你累了，歇歇吧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师父，你长大了。其实，你小时候偷桃的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听我说完，金蝉子。你这辈子有没有后悔过？没有。灵山塌了，莲台裂了，藏经阁也没了。你这话听着像遗言，不然呢？金蝉子，说，灵山交给你了。我不要。你不要也得接。这破摊子，除了你没人接得住。那你呢？我得歇一歇了。2000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。这是我剩下的东西。你拿这个糊弄我？不是糊弄，是入定。你放心睡。你别把灵山再弄塌了。尽量。师父，收好。如来呢？入定了。那灵山怎么办？我看着。师父，那颗种子到底会长出什么？不知道。万一长出个如来呢？那就把它种地里。师父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俺了。跟你学的。师父，你说3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？不知道，但至少不会再烂回去了。这么肯定？因为现在有人看着了。
俺老孙这辈子大闹过天宫，被压过五行山，取过经，成过佛，进过炉，治过3界的病，到头来发现3界最大的病不是草，不是丹，不是执念，是没人听。现在有人听了，